你知道3月全球金价跌了 12%， 是近13年最惨的一个月。但同一时间，全世界最大的2个黄金消费国中国和印度却在疯狂扫货。中国 ETF 一个季度冲进590亿人民币，打破历史记录。印度储备银行的黄金占外储比例1年时间从 12% 跳到 17%。中国央行第17次连续购金没有停手。印度珠宝商赚了他们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季度，但印度进口却创了9个月新低。这4件事放在一起，正在讲同一个故事，而这个故事的结尾可能比你想的更严肃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金银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今天要聊的内容来自世界黄金协会，也就是 WGC， 这是全球最权威的黄金研究机构之一，每个月都会发布各国的黄金市场报告。今天也就是2026年4月23日， WGC 同一天发布了2份报告，一份讲中国，作者是 Ray Jia， 一份讲印度，作者是 Kavita Chacko。 这2份报告放在一起看，信息量非常大，因为中国加印度占了全球黄金需求大约 50%。 这2个国家在3月份的动作基本上决定了全球黄金故事的走向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章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买的东西一个月跌了 12%，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大部分人可能会慌，会割肉，会观望，但中国和印度做的事情刚好相反。我先把背景交代清楚。3月份伦敦金价，也就是 LBMA Gold Price PM 跌了 12%， 上海黄金基准价跌了 11%， 印度这边美元计价的金价跌了 12%， 卢比计价的因为卢比贬值缓冲了一些，跌了 8%， 但这已经是印度美元金价近13年来最差的单月表现，卢比金价近12年最差。一句话，3月是黄金投资者的黑色3月。但是就在这个黑色3月，2件事同时发生了。第一件，中国黄金 ETF 净流入人民币120亿元，相当于增持 8.4 吨。注意，这是连续第7个月净流入。第二件，印度黄金 ETF 净流入227亿卢比，连续第11个月净流入。而且整个 Q1 印度 ETF 净流入3160亿卢比，大约 34.5 亿美元，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季度。等下我会告诉你一个数字，可能会完全改变你对这件事的看法。中国 ETF 整个 Q1 净流入人民币590亿元，相当于美元85亿，增持约50吨黄金。这个数字不只是历史最高，它是打破了中国黄金 ETF 有史以来所有单季记录的数字。换句话说，在金价近13年最差的一个月里，中国和印度的散户是拿着真金白银往里冲的，而且两边的央行也都在跟着买。但这2国买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各自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非常意外。在进入下一章之前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中印同时抄底的角度对你有帮助，帮我点一下订阅。我们频道每一期都会用中文帮你拆解 WGC 这种级别的深度报告，你不用自己翻英文原文。订阅一下，下期还有。我们先说中国，中国的故事用一个数字可以概括，590亿人民币，这是 Q1 中国黄金 ETF 的净流入。这个数字大到什么程度？它让中国黄金 ETF 的总管理规模在 Q1 涨了 26%， 到了3040亿人民币，大约440亿美元。总持仓升到298吨。为什么金价在跌，中国散户还在往 ETF 里塞钱？我们看3月那个月的环境， CSI 300股指跌了 6%，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 0.8%， 股票在跌，货币在贬，再加上全球地缘风险，这时候黄金就算月内跌了 12%，
对中国投资者来说依然是一个避风港，甚至正因为它跌了，反而成了一个进场的机会，这就是很典型的抄底心理。更有意思的是批发端，3月中国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提金134吨，环比涨了 57%， 同比涨了 12%。 这说明什么？珠宝商、金条、金币的制造商看到金价跌了，赶紧去补货，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销售季不能断货。虽然这个数字还是低于过去10年的均值，但这个环比 57% 的反弹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。接下来这个数据很多人都没注意到，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 PBOC 在3月份做了第17次连续购金，增持了5吨，总持仓到了2313吨。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你停3秒钟想一下，3月之前黄金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是 10%，3月末这个比例降到了 9%。 为什么降了？因为金价跌了 12%， 黄金的美元价值下降了，所以在外储里的占比自然就下降了。可是 PBOC 没有因为占比下降就停手，它还是继续买，整个 Q1 合计买了7吨。这个动作在告诉市场什么？他在说央行不是在追价，他是在建仓。金价涨也买，金价跌也买，他买的是战略仓位，不是短线交易。这跟普通散户追涨杀跌是完全不同的逻辑。这里我帮你整理一个观察框架，你可以用来看任何一个大机构的黄金动作，看3件事。第一，它的动作频率有没有改变？第二，他买的时机是在涨的时候还是跌的时候？第三，他持有黄金的比例在外储里是在升还是在降？这3件事放在一起，比任何一个单月的数字都更能说明问题。期货市场也有一个有意思的信号，3月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日均成交量是443吨，比2月环比下降了 12%。 听起来好像交易热度降了，但你看 Q1 整体日均成交量是468吨，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过去5年日均265吨的水平。换句话说，3月的回落是相对的，整体的交投热度比过去5年高得多。最后是进口，2026年1月中国净进口黄金77吨。要知道去年同期中国是净出口6吨黄金，2月净进口96吨，同比增加了63吨。实物黄金正在大规模回流中国。把这几件事串起来， ETF 创纪录，批发环比大涨，央行第17次买，进口强势回流。中国的故事是一句话，机构买，央行买，散户买，实物也在进来，4个口子同时打开。但相比中国的 ETF 故事，印度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矛盾。印度进口创了9个月新低，但与此同时，印度的珠宝商们却赚了他们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季度。怎么回事？印度的故事要从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说起。3月份印度黄金进口骤降到31亿美元，环比降了 30%， 同比降了 59%， 创9个月新低。按重量估算，大概只有20到25吨，远远低于过去12个月月均62吨的水平。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，印度几家主要的上市珠宝商 Q1 2026年的营收同比增长，从 32% 一直到 124%。 你没听错，最高的那家珠宝商单季营收直接翻了1倍还多。像 Titan、Sanko Gold、Kellyan Jewelers 这几家公司里有好几家说这是他们当年最好的一个季度，一边是进口创新低，一边是珠宝商历史最佳。这2件事怎么同时存在？答案藏在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数据里，旧金置换。报告里说，3月份印度珠宝销售中有 40% 到 50% 是以旧换新，也就是说消费者拿着家里的旧金饰去店里换成新款，珠宝商不需要进口新的金条就能完成销售。所以你看到的是销售火爆，但进口不火爆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外部因素，印度政府最近对铂合金的进口做了限制，尤其是含金量超过 1% 的那种，还有金银铂首饰的进口也加了限制。再加上中东是印度黄金的关键转运枢纽，
3月中东航班延误，金条清关被拖住，所以进口的下降不只是需求问题，还有供应链的问题。顺便提一下，印度国内的黄金折价3月从每盎司15美元扩大到46美元，到4月前2周已经收窄到大约8美元。这个折价收窄本身也在告诉你供应链正在恢复。接下来我们看 ETF， 印度黄金 ETF 3月净流入227亿卢比，约2亿4400万美元，连续第11个月净流入，但这是过去7个月里最低的一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同一个月印度 ETF 的赎回创下了历史记录，316亿卢比，大约3亿4100万美元。说白了，就是一部分人在金价下跌前已经获利了结跑了，但新流入的钱依然比跑出去的多。到3月末，印度 ETF 总持仓115吨，而且4月1号到10号又净流入了 173.6 亿卢比，增持 1.2 吨，钱还在继续进来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，数字黄金，就是印度老百姓用 UPI 支付平台在手机上买的那种小额黄金。2月份的购买量大约 1.9 吨，比过去13个月的均值 1.2 吨高了 53%， 而且这类交易的总价值比1年前增加了将近4倍。年轻人正在用手机买黄金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。最后也是我觉得整份报告里最关键的一个数字，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 RBI 现在的黄金储备是 880.5 吨，占外汇储备的 17%， 而1年前这个数字只有 12%。 虽然4月初 RBI 只小幅增持了 0.17 吨，整体外储因为美元走弱等原因还降了 4% 到6970亿美元，但黄金在里面的地位1年时间从 12% 跳到 17%， 这不是小变化，这是战略级别的再平衡。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东西串起来，看看它们到底在讲什么。第一句话，3月全球金价跌了 12%， 但中国和印度的散户、机构、央行都在同一个方向上买，只是买的方式不同。中国是 ETF 和批发端一起发力，进口强势回流，印度是以旧换新撑起销售， ETF 和数字黄金撑起投资端。第二句话，两国央行在做同一件事，中国 PBOC 第17次连续购金，即便金价占比从 10% 降到 9%， 它也没停手。印度 RBI 的黄金占外储从1年前 12% 升到现在 17%， 这背后是同一个趋势，用黄金替代美元。央行不会因为单月价格波动就改变战略方向。第三句话，我不替你下结论，我只把框架给你。如果全球2个最大的黄金消费国，他们的散户、珠宝商、央行在近13年最惨的单月跌幅里是一致的加仓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？是巧合，还是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没看到的东西？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想。像世界黄金协会这样的机构，每个月都会发布这样的深度数据报告，我们频道会持续做中文解读，让你不用自己翻英文原文。点一下订阅，每期报告解读你都不会错过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选中国的 ETF 创历史记录，还是印度的以旧换新占销售 40% 到 50%， 哪一个信号让你觉得更重要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我会一条一条看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